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，村子最东边有一户姓叶的人家，家里没有院墙，院子南头用土坯垒起来一个齐腰高的 U 型挡墙，在挡墙里面挖了一个坑，就是厕所了。这天下午雨过天晴，一位身穿碎花连衣裙的姑娘走进厕所。姑娘的裙子非常漂亮，人也长得肤白貌美。虽然周围空荡荡没有人，但是这样简陋的厕所还是让姑娘很没有安全感。在她四下张望的时候，脚下一滑，就摔倒在坑边上了。因为刚下过雨，所以姑娘倒地之后身上沾满了黄泥。这姑娘名叫王宜佳，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这个村子是她的男朋友叶新平的家乡，两个人是大学同学。最近刚毕业，王宜佳就吵吵着要到叶新平的老家看看。因为活了20多岁，他还从没有到过农村。可没想到第一天就发生这种事情。叶新平正坐在炕沿上看书呢，一抬头看见狼狈的王宜佳，他先是一愣，然后差点笑出来，最后才说：“亲爱的，刚到农村就学会驴打滚了呀？”“什么驴打滚马打滚的，还不快帮我找身干衣服出来。”换上另一条裙子之后，王宜佳就问：“新平，家里这么落后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“怎么想？还能怎么想？我从小就想着一定要从农村走出去，所以才会比任何人都努力学习。当年高考以全县第1名的成绩考取了大学。”“然后呢？”“然后现在毕业了，又有了你，我当然要在北京找一份好工作，和你结婚了。”听到这儿，王宜佳摇了摇头：“新平，你回老家吧，回乡创业，改变家乡面貌。”“什么？你开玩笑呢吧？宜佳，我可是苦读10年才考上大学，好不容易从这穷乡僻壤的走出去，怎么可能再回来呀？”叶新平不同意，王宜佳就苦苦相劝。两个人正在争论呢，叶新平的父母干完农活回来了，听说儿子的女朋友劝儿子回老家来，老两口的脑袋也都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老太太拉着王宜佳的手就说：“孩子，你是不知道呀，新平是俺们村唯一的一个大学生，是咱全村人的骄傲，好不容易能够留到你们大城市了，你咋还劝他回来呀？”“阿姨，新平能留在北京工作，对他个人来说的确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是生他养他的家乡如今还这么贫困，像他这种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，理应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有句话叫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等我们结婚了，我就陪着他一起回来，改变家乡的穷苦面貌。”就这样，在王宜佳的坚持之下，叶新平终于还是同意回乡创业了。两个人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之后，便迅速开始筹备创业项目。他们学的是纺织专业，根据家乡劳动力富裕的特点，就办起了一个小小的服装厂。一开始就10几台缝纫机，到周边地区的大厂子找一些剩余的加工活干。慢慢的2年之后，逐渐开始接一点外贸订单。简短截说，5、6年之后，叶新平和王宜佳的夫妻服装厂发展到了600多名员工。到第10个年头，工厂已经有在职员工1000多人，让家乡的农民普遍增加了收入。不仅如此，在他们的带动下，全县还衍生出了上百家小服装厂，让许多过去的农民也当上了老板。不但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叶新平和王宜佳的2个儿子也很懂事，可谓是家庭事业双丰收。可就在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，疫情发生了，外贸订单数量骤减，没有活干就只能放假。
偏巧这时候叶新平偷会小三的路上出车祸，住进了医院，面临着截肢的危险。在这样的紧要关头，王一家又一次展现出了魄力和才干。他决定创立一个自己的品牌，企业由外贸加工转型成内销。因为疫情，就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销售，重新打开局面。王一家白天工作，夜里到医院陪床，照顾受伤的丈夫。后来叶新平终于转危为安，保住了双腿。他眼含热泪，满怀愧疚地说：一家，我真不是人呀，咱家的事业主要是靠你，我还在外面干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却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，还天天来医院照顾我真是无地自容呀。说完，啪啪啪地扇自己耳刮子。王一家拦住丈夫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其实我很生气，很伤心，可我也知道你本性还是好的，外面的女人也是靠不住的，只要你能够浪子回头，永不再犯，过去的错就让它过去吧。如今疫情仍然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，但是王一家已经为企业找到了一条在疫情下生存的道路。他们在网络上直销的服装时尚耐穿，价格便宜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。